INTU 一周暴跌15%，不是财报暴雷，不是监管重锤，而是写代码这件事正在被 AI 彻底降维打击。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词，vibe coding，氛围编程，不写逻辑，不画框架，只需要几个小时，一个普通人就能做出过去 SaaS 团队需要半年才能完成的工具。问题是，如果软件可以随手做，那谁还需要订阅 Intuit、Netflix？这也是为什么软件股 INTU、Netflix，包括 AppLovin、Adobe，最近几天股价集体暴跌12%以上。很多喜欢抄底的朋友现在已经浮亏超过10%。但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这是软件行业的终结吗？还是华尔街刻意打压股价、人为制造的黄金坑？本期节目，查理带你理解 AI 浪潮下 SaaS 的真实生死线。此外，我还会回答会员朋友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如果你的软件类股票被套牢了，现在最佳的操作方案有哪些？Intuit 财捷集团是全球领先的财务管理软件提供商，大名鼎鼎的报税软件 TurboTax 就是 INTU 的拳头产品。它被人称为财税界的微软，是美国中小企业和个人报税的刚需。早在1993年，刚刚上市不久的 INTU 就斥巨资，以2.25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 TurboTax 的母公司 Chipsoft。此次收购让 INTU 从单纯的记账类软件升级到税务软件，这个美国人极其刚需的赛道。在过去30多年，INTU 的护城河其实是复杂的美国税法，因为普通人根本搞不定一行行税务表格，他们更愿意每年花几十美元购买 TurboTax 软件来完成整个报税流程。然而，来到2026年，TurboTax 业务面临来自美国政府以及 AI 技术两方面的降维打击。美国税务局 IRS 已经推出了 Direct File 系统，允许纳税人直接在官网上免费报税。这一举措的直接后果就是 TurboTax 的低端用户人群因为税表相对简单，他们直接用 IRS 免费的工具就足够了。此外，TurboTax 的老对手包括 HR Block、FreeTax USA，他们的价格更低，报税质量也很不错，正在吸引那些对价格相对敏感的中产。当然，现在的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也可以直接读取你的银行流水和工资单，然后自动填写税表，甚至不需要你像 TurboTax 那样回答问题。以前我们报税是人求软件帮忙，而在2026年以后，可能就会变成由 AI 完全代劳，你甚至都不需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去完成整个流程。实际上，INTU 从去年开始就全面推广它的生成式 AI 系统 Intuit Assist，已经能够自动导入你的银行账单、工资单，然后做税务分析。然而，INTU 的主营业务之中，个人报税服务实际上只占了公司总营收的1/4。它的主营业务其实是 QuickBooks，面向全球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软件平台。这项业务占了 Intuit 总收入的60%，直接决定了未来 INTU 的股价能不能重返700美元。QuickBooks 是全球市场中占有率第一的中小企业云端财务管理平台。它不仅是记账软件，而且是一个企业财务中枢，涵盖了发票管理、库存跟踪、工资发放、支出分类以及实时的财务报表。在2026年，QuickBooks 全面集成了 Intuit Assist，可以自动实现对账和财务异常预警，甚至能够预测公司下个月的现金流缺口。它的核心用户包括中小企业、自由职业者、会计师，覆盖了年收入几万美元的独立承包商，到拥有数百名员工、年收入上千万美元的中型企业。最近，Intuit 再次上调了它的订阅费，入门级版本的月费为20到38美元，进阶版本月费高达115至275美元。QuickBooks 的盈利策略简单而粗暴，涨价、涨价再涨价。虽然它目前还有极强的用户粘性，但2026年这次大调价加上 AI 竞争者的出现，正在测试中小企业的忍耐极限。如果用户觉得它的 AI 税收得太贵，那么这头利润奶牛可能会面临增长失速的风险。截止1月中旬，Wells Fargo 富国银行将 INTU 的评级从增持下调至观望，并且把目标价格从840美元大幅降低到了700美元。
分析师 Michael Turing 指出，Intuit 在2025年报税季的表现过于强劲，导致它的基期实在是太高了。在2026年想要维持爆发性的同比年增长，这个难度相当的大。而对于 INTU 这样的成长型科技股来说，EPS 增速降低往往比亏损更令华尔街担心。去年，投资者愿意为公司的 AI 愿景买单，从而推高了公司估值。但是到了今年，华尔街的机构开始担心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短期内没办法抵消 INTU 在中小企业 QuickBooks 的业务因为连续涨价而导致的用户流失的风险。除了 Wells Fargo，高盛近期也只给出了中性的评级和$720的目标价。华尔街似乎正在形成一种共识：INTU 依然是一家伟大的现金流公司，但它过去动辄50到60倍的高倍 PE，在现在的经济环境当中已经 price to perfection，它的估值已经反映了所有的利好，容不得半点差错。那么，经过了长达半年、幅度接近30%的下跌，INTU 现在的 PE 已经降到了37以下，它的估值就合理了很多。而 Wells Fargo 这次砍目标价，其实是在给 Intuit 的 AI 狂热泼冷水。他们传达了一个信号：当一个软件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统治地位，AI 究竟是它的助推器，还是它用来维持高昂订阅费的救命稻草？如果2026年的报税季 Intuit 不能证明它的 AI agent 真的能让用户心甘情愿多付那20%的涨价，那么 Wells Fargo 看到的这$700可能还只是个开始。当然，Intuit 公司也在积极拓展新的业务，包括最近推出的 Intuit Enterprise Suite。IES 是专门为大中型企业打造的 AI 智能管理平台，能够解决跨公司账务、财务决策等棘手的难题。IES 的推出标志着 INTU 正式向 Oracle NetSuite 和 Sage 抢市场。IES 不再只是简单的记账，它利用 AI 实现了跨实体财务整合。比如一个财团旗下有5家分公司，有3个不同的财税实体，IES 可以在数秒之内把所有账目汇总，并且利用 AI 模型给出盈利的预测。那相比那些操作复杂、需要几个月培训才能上手的传统 ERP 系统，Intuit 把那种傻瓜式的交互体验带进了大中型企业。Intuit 这招其实非常高明，它在解决2个核心的焦虑。以前很多小公司的员工一旦超过500人，就会觉得 QuickBooks 不够用了，他们就会跳槽到 NetSuite。而现在有了 IES，Intuit 相当于建起了一座高墙，让你从创业到上市都离不开它。此外，大中型企业的付费意愿和抗风险能力要远超过小微企业。IES 的订阅费相比于普通版本是指数级的增长，而这正是华尔街最想看到的 organic growth 高质量营收增长。但是，华尔街对于这个产品目前还有争议，那就是大中型企业的财务主管真的放心把核心决策交给一个基于大模型的 AI 吗？毕竟，小公司记错一笔账可能只是麻烦，但是大企业如果因为 AI 的幻觉而导致财务决策的失误，那代价可就太大了。IES 能否在2026年下半年迎来真正的订单爆发，将是决定 Intuit 股价能否重回$800大关的关键战。除了在企业平台，Intuit 在个人金融领域也有极具潜力的软件产品 Credit Karma。简单来说，它就是你的个人财务信用管家。以前在美国查信用分需要付费，而 Credit Karma 能让你永久免费查，实时看自己的信用报告。它还帮你盯着所有的信用卡、车贷和房贷的消费支出，根据你的信用积分推荐最容易批下来使用的信用卡或者贷款，帮你节省利息。在2026年，Credit Karma 会用 AI 盯着市场，一旦它发现银行推出了利息更低的贷款，它会主动提醒你：嘿，现在把高息债换成这家的吧，一年能省$500。这种主动帮用户省钱的功能，让它的用户活跃度暴增。此外，Credit Karma 还接入了更多的短期小额信贷管理，它能够精准预测用户的还款能力，让那些被传统银行拒绝的年轻人也能在这里建立信用。从而为它带来了大量年轻的新生代用户。截止到2026年1月，Credit Karma 的总会员人数已经突破1.4亿，营收增长高达27%，远高于 Intuit 集团平均18%的增速。特别是在个人贷款、信用卡匹配以及汽车保险这3个细分领域，市场份额提升明显。
查理认为，随着今年美联储降息的持续，个人贷款业务还将提升，Credit Karma 很可能成为 INTU 利润增长最快的发动机。好，聊完了 Intuit 公司的新闻，我们回到 INTU 股票的基本面，看看从高点暴跌了1/3之后，现在它的股价算不算便宜？可以看到，INTU 当前的本益比为37，1年后的前瞻本益比为28，比过去5年的 PE 都要低了30%以上。然而，如果我们看它的 EBITDA 每股收益，也就是不考虑利息、税收和股票回购，只衡量公司主营业务的现金创造能力，会发现 INTU 未来2年的每股收益预期在13.8%，这个数字其实有点弱，因为标普 Y 指数的平均每股收益大概在10%到12%之间，而标普的 PE 只有27.4，比 INTU 的37 PE 要低不少。当然，Intuit 公司一直保持着非常积极的股票回购策略，以回馈股东，并且抵消员工期权奖励带来的股权稀释，这就使得它的 EPS 年增速可以从13.8%提升到16.8%。但是和 Adobe 的情况有点像，华尔街机构现在不担心 INTU 的赚钱能力，而是担心它的软件业务会不会在接下来几年增速逐渐放缓，从而失去了以前爆发性增长的动力。这是 INTU 股票的月线走势图，可以看到，在1月14日 INTU 财报公布的当天，股价单日暴跌10%，从$610跌到$560。更关键的是，那2天 INTU 是放量式的下跌，证明机构在逃跑，那它的股价还有下挫的空间。但好消息是，过去1周可能有其他的机构买盘正在逐渐进场，在低位吸筹码。如果我们看 INTU 在15号、20号上涨时期，确实有一些机构选择在540到$560进场抄底这只股票。也就是说，朋友们，我们离 INTU 阶段性底部的位置可能已经不远了。这是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 INTU 股票的最新分析。可以看到，在$528的价位，CI 系统给出了持有的中性信号。事实上，如果我们根据 INTU 今年15%的 EPS 增速来对它的股价交易区间做计算，会发现它在2026年的交易范围出现在417到$579，中位$498。当前财杰的股价还稍稍高了一些，它在跌破$540的强力支撑之后，很可能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股价继续向下滑落，来到下一个强支撑区，也就是479到$510的强支撑。其实距离市价也只有大概3%的差距，这说明接下来 INTU 股价再跌的空间也比较小了。CI 系统测算出近期的买点大概率会出现在$509附近，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是查理来做 INTU 的股票，我会耐心等待到今年4月份的报税季，看看届时如果 INTU 股价有止跌之后，再考虑在500到$510的范围逢低建仓裁截这只股票。当然，查理的 CI 投资组合现在已经抄底了微软、Meta 等巨头的股票，暂时没有仓位给 INTU 了。不知道你怎么看 Intuit 这轮长达半年的下跌潮？你觉得这是黄金坑还是价值陷阱？请在评论区告诉查理。好，聊完了 INTU，我们来看看第二只最近套了很多投资朋友的流媒体巨头股票 Netflix。就在昨天盘后，奈飞公布了25年第4季度的财报。虽然当季营收超预期，但是公司对于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低于华尔街的计算。市场敏感地发现，Netflix 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北美和欧洲的渗透率已经接近饱和了。那么其结果就是财报公布之后，NFLX 股价瞬间从$89闪崩到$83以下，短短半年之内，奈飞的市值已然蒸发了1/3，和财杰集团的情况差不多。如果我们单看 Netflix 这份最新财报，会发现公司的单季营收突破$120亿，同比增长了18%，超出市场预期。它的 EPS 每股收益达到$0.56，同比大涨30%，也高于预期。付费订阅奈飞流媒体平台的用户全球高达3.25亿，增长也很强劲。它的广告收入规模也在显著的扩大。全年广告收入超过$15亿，同比翻了2.5倍。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管理层强调，2026年 Netflix 增长趋于正常化。
对于今年的利润增速，管理层的预估要低于华尔街分析师的期望。更为重要的是，Netflix 最近刚刚决定以$830亿全现金 all cash 的方式来对抗派拉蒙的恶意收购，想要尽快完成对华纳兄弟的吞并。和查理此前在节目中分析的一样，这就会直接导致奈飞的债务压力飙升，而公司也暂停了今年股票回购的计划。没办法，Netflix 在2026年必须节衣缩食，攒下钱来买华纳兄弟。这是 Netflix 股票在月线级别的走势。可以看到，其实，在 Q4 财报公布之前，有一笔巨量的资金进场，大概买在$89附近，想要赌一把财报，搏一个反弹。然而不幸的是，Netflix 财报之后又爆雷，导致资金在1月21日认亏出逃。查理认为，现在朋友们千万别冲动去接 Netflix 的飞刀。接下来我们会深入分析为什么我们还能等到更便宜的入场机会，抄底 Netflix。这张图展示了 CII 投资系统对于奈飞的走势分析。可以看到，我的 AI 投资系统目前认为，现在不是抄底奈飞的好时机，我们还应该以观望等待为主。这是因为随着 Q4 财报引发的新一轮下跌，NFLX 股票的止跌形态还需要至少3周的时间来完成。而随着止跌的过程，CII 系统计算出本轮奈飞大概率可能下探到61.4至$75.6的强支撑区域。AI 认为，我们应该可以等到$70以下的价格抄底 Netflix，计算出的买点在$68.9附近，比现在$83.6的市场价还要便宜了17%。和 INTU 只有不到3%的下跌空间相比，奈飞的这个下跌差距就很大了。投资朋友们，如果您对奈飞的长线投资感兴趣，完全可以再等1个月的时间，等到它的股价在月线级别企稳之后，再以更便宜的价格入手 NFLX。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奈飞收购华纳的这场世纪并购，会发现它的整个流程还刚刚走到了1/3的进度。接下来，华纳兄弟还必须剥离它的有线电视业务，才能报批给美国和欧盟政府审批。如果政府提出更严格的拆分条件，届时又会给华尔街打压奈飞的股价提供借口。而如果你想稳稳的做右侧投资 Netflix，查理还是强烈建议朋友们可以等到2026年下半年并购案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之后，我们再做考虑，好不好？现在千万别着急，因为有很多优质的股票也都在打折卖，比如微软、Meta、英伟达等等，我们不需要过分关注于一只股票的短期走势。当然，如果你已经买入了 Netflix，并且仓位合理，长期持有也是完全 OK 的。查理认为，就算奈飞接下来触底$70，也绝对是非常好的长线买入机会。一旦 Netflix 完成对华纳兄弟 IP 资源的整合，我们很有可能看到它的股价再度起飞，突破150甚至$200都不是梦。朋友们，请放心，查理如果确定了 NFLX 真正的右侧起飞，会在第一时间和大家播报，咱们一起赚大钱，岂不美哉？2026年开年，如果说最火的板块是芯片存储、太空科技和稀土材料，那么最惨的板块非 SaaS 软件莫属。可以看到，过去1年，不光是 INTU 和 NFLX，很多业绩其实很不错的软件公司股票都呈现雪崩。TTD 暴跌了70%，Adobe 蒸发了35%，Salesforce 也大跌了27%。市场现在非常相信这个叙事逻辑，那就是 AI 的广泛应用会让 Vibe Coding 变成未来的趋势，而软件公司靠收高昂的订阅费为生，他们的商业逻辑将就此破裂。查理认为，现在做这个判断还为时尚早，就像我们看到财捷公司做的那样，软件企业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也是在拼了老命加入各种 AI 新功能，想要提高他们产品的竞争力。而只要他们的 EPS 增速在接下来的1-2年还能够维持在10%以上的增速，那么总会等到市场风向转变的那天，届时 SaaS 软件板块的股票还是会迎来自己的春天。就像半导体板块在2024年7月到2025年4月份也有一个崩盘的阶段，当时半导体指数 SMH 9个月内暴跌34%，AMD 更是从$207一路跌到$86，整体跌幅高达60%。最后不也是柳暗花明，迎来了2025年至今的大爆发？因此，
有 CII 会员问查理：“我的 SaaS 软件股票被套了，现在该咋办呢？”查理在此总结了一下，有3个选项。第一，如果你的仓位不重，也相信那家公司的长期发展，那么现在最好就啥也不做，耐心持有即可。总有一天，软件股票也会有被热捧的时候。当然，这个选项的关键是千万别割肉，但是也别再加仓了，因为左侧交易最怕的是 all in 重仓，因为非常考验投资者的心态。一旦重仓的股票再来一波最后的大跌，很多投资者就实在是扛不住了，割肉在最低点，这个我们就必须避免哈。那反过来，如果你的软件股票仓位很重，想要降低风险怎么办？查理认为可以考虑卖掉部分的仓位，把资金在低位转换到科技类指数，包括 IYW、SPMO 和 VGT，因为这些科技指数 ETF 近期的跌幅也比较大，在低位做一个抄底，它们的反弹速度绝对比单一个股要快得多，这样能够极大的缓解你的持仓压力。此外，还可以考虑换仓到科技巨头的股票，比如最近也跌得很重的微软、亚马逊、英伟达和 Meta，它们的反弹速度会比 IYW 等指数要更慢一些，但是它们的反弹力度会更加惊人。查理个人也是选择这个换仓的操作手法，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什么观点？还有更好的方法解套吗？那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月21日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目前 CI 投资系统依然把85%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当中，把15%的资金投资在比特币类 ETF IBIT 和 FBTC 上。值得注意的是，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已经达到了 CI 投资系统给出的买点。喜欢指数的投资朋友，现在确实可以考虑逢低抄底 SPMO 这个优质的投资标的。那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买入的股票，分别是戴尔、微软和亚马逊，它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最新持仓情况。查理在1月21日止盈了大部分联合健康 UNH 的股票，把获得的资金逢低加仓买入了微软以及科技指数 IYW。微软股票今天短暂性的跌破了$440，投资者提前担心1月28日的财报，如果微软在人工智能和云基础设施上的大规模投入对于短期利润有承压，那市场担心 MSFT 会像今天的 NFLX 一样股价大跌，因此有部分投资者今天就选择跑路离场了，而我们也趁机多攒了一些 MSFT 的低位筹码。交易结束之后，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 Meta 占比33.3%，微软占比22.7%，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6.6%，亚马逊占比8.2%，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4%，和英伟达占比6.2%。接下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在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动态，可以加入先锋会员，您会收到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此外，先锋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穆每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 INTU、NFLX 股票有什么看法？它们能快速反弹吗？ AI 引发的 SaaS 软件类股票集体崩盘，是黄金坑还是价值陷阱？请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投资朋友的鼎力相助，我也会陪伴着大家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顺利，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